11月27號同大家分享一下大埔宏福苑嗰場5級大火嘅最新發展，特別係民建聯黃碧嬌點解會被疑似成為呢次意外嘅幫兇？而家原來佢仲係大埔防火委員會副主席，咁樣講，佢嘅責任可能更大，因為防火委員會就係負責推廣防火安全同監督區內防火措施嘅機構。佢身為副主席，點解冇好好把關，導致呢場慘劇發生？呢件事發生喺2025年11月26號下午，大埔宏福苑突然起火，火勢猛烈到不得了，由最初3級火警升到5級，結果造成至少55人死亡，超過60人受傷，仲有200幾人失聯，當中包括1名消防員殉職。呢場火係香港主權移交之後第2宗5級大火，上一次係17年前。呢次死傷咁慘重，絕對唔係天災，而係人禍。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背後嘅原因，尤其係黃碧嬌嘅角色。先講講火災嘅經過啦。事發喺下午2時45分左右，宏福苑宏昌閣外牆棚架突然起火，有人報警話見到煙同埋火光。最初火勢唔大，只係低層棚架有火種，但短短幾分鐘就燒到上層，蔓延到宏泰閣、宏新閣等樓宇。棚架係竹造，圍網係普通阻燃物料，一燒就失控，火舌沿住外牆向上竄，單位內部都燒埋，現場傳出爆炸聲，好多住戶被濃煙包圍，呼吸困難，無法逃生。消防員趕到，用2條喉同煙霧隊灌救，但火勢太猛，歷時超過9小時先救熄部分大廈。警方凌晨4時半交代案情，話拘捕咗工程公司3名男子，涉嫌誤殺，因為每層電梯大堂都有發泡膠，懷疑導火線係呢啲易燃物。到咗11月27號，即係今日，死亡人數升到55人，4座大廈救熄，3座受控，但失聯者仲有救援艱難。街坊自發送物資，通宵派發，顯示香港人互助精神。但呢場人禍賠唔返人命。點解火勢咁快蔓延？因為宏福苑正進行大維修，整個屋苑8座大廈同時搭棚架圍網。呢個維修方案係2024年頭通過，總額約3億3千萬港元，每戶業主分6期繳費，大約16至18萬蚊一戶。法團強迫業主付錢，拒絕重選，仲用法律手段對付反對嘅業主。為咗節省成本，冇用政府最新標準嘅防火網，只用普通阻燃物料。結果一有火種，圍網就燒起嚟，竹棚助長火勢，變成火海。居民之前多次投訴棚架安全問題，話工人喺度吸煙亂拋煙頭，但冇人理。事發時火警鐘竟然冇響，有人話係為方便工人出入而關閉咗警報系統。呢啲問題累積落嚟就釀成大禍。工程用外勞，吸煙問題普遍，但冇嚴格條例。火災片段顯示，火種掉落10分鐘內燒全棚架，如果用防火網可能控制到。而家講到重點，民建聯黃碧嬌點解被疑似成為幫兇？而原來佢係大埔防火委員會副主席，咁樣責任就更大啦。黃碧嬌係大埔區議員、民建聯成員，佢喺宏福苑大維修法團做顧問，同另一位議員胡建文一齊。法團係私人屋苑管理機構，委聘承建商做工程，但黃碧嬌作為顧問，參與咗維修方案嘅決策同推動。網上好多討論話佢同法團關係密切，幫手壓住業主反對聲音。譬如業主想重選法團，黃碧嬌就支持原有法團，話方案合理，強迫大家俾錢。仲有選擇物料時，為咗慳錢冇用防火網。黃碧嬌作為顧問應該知情，但冇提出異議。居民投訴工人熄煙，安全隱患，佢作為區議員理應跟進，但據講冇積極處理。火災後，民建聯發聲明話冇參與招標同工程事宜，但網民唔信，因為黃碧嬌同胡建文係法團顧問，點會冇責任？更重要嘅係，原來黃碧嬌係大埔防火委員會副主席，呢個委員會係由政府委任，負責區內防火宣傳、教育同監督，包括屋苑維修時嘅防火措施。作為副主席，佢有責任確保大埔區所有建築工程符合防火標準，尤其係大型維修項目如宏福苑。點解佢冇推動法團用防火物料？點解冇檢查棚架安全？居民之前投訴工人吸煙亂拋煙頭，作為防火委員會副主席，佢應該即時介入，
強制工程公司加強培訓同監管，但據講佢冇咁做。呢個角色令佢嘅責任加倍，因為唔止係法團顧問，仲係防火專家級人物。網民話，如果佢早啲用副主席身份要求升級圍網同棚架物料，可能避免慘劇。火災後佢冇即時回應，只係民建聯集體哀悼。網民覺得係推卸責任。有人話黃碧嬌同工程公司有關係，但未有證據。不過作為副主席，佢至少間接責任大。黃碧嬌背景係點？佢係民建聯大埔支部成員，長期喺大埔區服務，專注屋苑管理同民生議題。但今次事件，有人挖出佢之前嘅言論同行為，譬如維修方案通過時，佢喺社交媒體話如火如荼推進工程，結果一語成話變成真火災。網民話佢割席，民建聯急住澄清，但已經遲咗。作為顧問同防火委員會副主席，黃碧嬌有責任監督工程安全，但棚架用足，圍網唔防火，外勞培訓不足，吸煙問題冇管，呢啲都係人為疏忽。警方調查發現，每層有發泡膠，懷疑導火線。呢啲物料選擇可能同成本控制有關，而黃碧嬌推動咗呢個方案。身為副主席，佢應該知發泡膠易燃風險，但冇警告法團。點解話佢疑似幫兇，而責任更大？因為呢場火唔係意外，而係制度問題同決策失誤。香港工程一判再判，底層工人薪金低，培訓少，監管鬆散。黃碧嬌作為政黨成員，同法團合作，壓低成本，忽略安全。居民話之前投訴警鐘不響，工人吸煙，區議員冇幫手解決。如果黃碧嬌早啲介入，強制用防火物料或者監管工人行為，可能避免慘劇。尤其佢係防火委員會副主席，呢個職位本來就係為咗防止呢類火災，佢有權力向政府部門反映，推動更嚴格條例。但據講佢冇咁做，相反佢支持咗呢個慳錢方案，導致圍網一燒就溶，竹棚變燃料。網民翻舊賬，話佢之前出席防火活動，講防火重要，但落到宏福苑就變咗盲點。呢件事對香港社會影響好大。宏福苑有近2000戶，業主大多中產，呢次死傷慘重，家屬悲痛，消防員殉職更係英雄犧牲。網上好多藝人轉發支援資訊，祈福天佑香港。但同時有怒火，有人話要追究法團同顧問責任，包括黃碧嬌嘅副主席角色。劉夢熊批評當局無能，害死百姓。瑞和縣居民都擔心，因為類似維修，政府啟動緊急事故監察中心。李家超話會調查，但大家懷疑會唔會真徹查，尤其涉及建制派。民建聯作為建制派，長期主導區議會，今次事件暴露咗基層管理問題。黃碧嬌作為代表，疑似幫兇，因為佢推動咗呢個高風險方案，而作為防火副主席，佢嘅失職更明顯。再深挖一下，黃碧嬌喺民建聯同防火委員會嘅角色。民建聯係香港最大建制政黨，支持政府，好多議員做屋苑顧問，幫手協調民生。但批評者話，佢哋往往偏幫法團，壓業主聲音。宏福苑維修，法團拒絕公開賬目。黃碧嬌冇要求透明，作為防火委員會副主席，佢應該推動公開防火評估報告，但冇。工程用外勞，吸煙問題普遍，但冇嚴格條例。黃碧嬌知棚架風險，但冇推動升級物料。網民話佢如火如荼一詞變成鐵證，證明佢知工程進度，但冇預見危險。尤其佢有防火專業知識。防火委員會每年有撥款辦活動，如嘉年華派防火三寶。黃碧嬌作為副主席參與過呢啲，但落到實際工程就冇應用到知識。後果呢？業主話如果涉人為因素會追究，但錢解決唔到痛。黃碧嬌同胡建文要出嚟面對，解釋點解冇理投訴。尤其黃碧嬌嘅副主席身份，民建聯澄清冇參與，但作為顧問同副主席，黃碧嬌逃唔甩。呢件事提醒大家，屋苑維修唔能夠只睇成本，安全第一。政府應修訂條例，強制私人工程用防火物料，監管外勞。黃碧嬌嘅角色令大家質疑防火委員會嘅效能。如果副主席都把唔到關，點保障市民？網上討論話佢可能要辭職或者接受調查，家屬悲憤。有人話要公審法團同顧問，救援隊仲喺度努力尋找失聯者，但死亡數字可能再升。
香港人團結，捐款捐物，但呢場火燒醒咗大家，政黨同官員要負責任。總結嚟講，黃碧嬌疑似幫兇，因為佢作為法團顧問同大埔防火委員會副主席，推動咗呢個慳錢方案，忽略安全隱患，冇跟進投訴，導致火災失控。尤其副主席角色令佢責任更大，因為佢本來就係防火把關人，但冇盡責。呢唔係單一錯誤，而係系統問題。政黨同法團勾結，犧牲基層安全。大家要關注調查結果，唔好讓悲劇重演。希望遇難者安息，受傷者康復，香港人團結面對。講咗咁多，希望大家明白呢件事嘅真相。11月27號焦點新聞，今日嚟繼續講下大埔宏福苑嗰場5級大火，同埋詳細分析胡健民喺呢次事件中嘅責任係唔係好嚴重。呢場火災發生喺2025年11月26日，造成至少65人死亡，包括1名消防員殉職，數百人受傷同埋失蹤，係香港至少63年嚟最慘烈嘅火災。火起自宏福苑大維修工程嘅棚架同埋網布，迅速蔓延到多棟大廈，居民逃生好艱難，好多家庭破碎。警方已經拘捕咗3名工程公司人員，涉嫌誤殺同埋嚴重疏忽。廉署仲成立專案小組調查大維修工程可能涉及貪污。呢件事唔止震驚咗全香港，連國際媒體如 BBC 都報道，習近平慰問咗深圳消防中隊，因為香港借調咗深圳資源幫手。胡健民作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同埋民建聯成員，前宏福苑法團顧問，喺呢次事件中被指有份支持舊法團同埋天價維修工程，間接導致安全隱患冇及時解決。原來胡健民當官不久就被立場新聞發現佢喺內地開設多間工廠，包括賣建築材料。呢點令人懷疑佢有利益衝突，因為宏福苑大維修正涉及大量建築材料。讓我一步步嚟分析胡健民嘅責任係唔係嚴重。首先，從火災成因開始講起。宏福苑係一個樓齡超過40年嘅大型屋苑，有8棟樓宇，總共超過2000戶。呢次大維修工程總費高達3.3億港幣，每戶業主要夾大約15萬到17萬蚊。呢個價錢好貴，好多業主從一開始就質疑係唔係有圍標或者貪污。承建商係宏業建築，呢間公司之前有行賄罪前科，但舊法團仍然將工程判俾佢哋，導致工程拖延。棚架搭咗好耐，網布同埋防水帆布未符合防火標準。消防調查顯示，火起自棚網，風一吹就迅速燒到多層樓，蔓延到宏昌閣、宏泰閣同埋宏新閣等多棟樓宇。專家如建築工程商人潘卓雄批評消防處長楊恩健一直懶理棚網助燃問題。呢啲物料本應有阻燃特性，但現場發現保護網同埋塑膠布蔓延得比合規格物料猛烈得多，甚至喺未受波及嘅大廈內發現玻璃窗貼上發泡膠板。呢啲易燃物料令火勢更難控制。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話，初步調查發現有不尋常之處，警方循刑事方向調查，包括工程公司嚴重疏忽。居民早已經去信勞工處投訴棚網阻礙逃生同埋增加火險，但勞工處回覆話風險低，冇跟進。業主試圖罷免舊法團，喺2024年5月25日收集簽名，產生新管理委員會，但舊法團質疑簽名真確性，拖延召開大會。業主考慮入稟土地審裁處，最後喺9月先成功舉行大會，以大比數罷免舊法團。可惜工程已經喺7月展開，棚架成為火災隱患，到11月26日爆發大火。呢度就牽涉到胡健民嘅角色。胡健民係民建聯成員，2015年接替黃碧嬌當選宏福選區區議員，並擔任宏福苑法團顧問。但到2024年佢上任副局長之後，顧問一職改由黃碧嬌代替。黃碧嬌喺2024年8月24日公開發文支持舊法團，話必須同心同德支持維修，批評民主黨莊榮輝挑撥業主。呢啲言論被指係打壓業主聲音，間接令舊法團繼續控制工程，安全問題冇解決。胡健民作為前顧問，
喺法團決策過程中有影響力。法團顧問角色係提供專業意見，包括工程招標、安全評估同埋物料選擇。佢喺區議會同埋民建聯有好大勢力，大埔區好多事務都受佢影響。網上討論如 Threads 同埋 Facebook 貼文指出，胡建文同黃碧嬌支持舊法團批出標書俾宏業建築，工程費咁貴，可能涉及利益輸送。民建聯發咗聲明，話佢哋從未參與宏福苑大維修嘅招標及任何相關工程事宜，強調係網上不實抹黑言論。但事實上有證據顯示，民建聯成員有份擔任法團顧問。城寨新聞喺11月26日播出，話宏福苑大火背後涉圍標，民建聯區議員支持舊法團，導致出大事。胡建文當官不久，被立場新聞發現，佢喺內地開設多間工廠，包括賣建築材料。呢點好關鍵，因為宏福苑大維修正需要大量建築材料，如棚網、防水帆布同埋其他建材。呢個發現令人懷疑佢有利益衝突。作為法團前顧問，佢對工程用嘅物料應該好熟，點解冇確保物料符合防火標準？如果佢嘅工廠有供應類似物料，或者佢喺內地建築業有網絡，呢啲關係可能影響佢嘅決策，令佢傾向支持某啲承建商或者物料供應商。雖然冇直接證據證明佢嘅工廠有參與宏福苑工程，但呢個背景令佢嘅責任更值得深究。分析胡建文嘅責任嚴重性，首先從直接責任講起。胡建文已經轉職副局長，冇直接參與招標或者工程監督。民建聯聲明話佢哋未有介入，但作為前顧問，佢喺工程策劃初期有份提供意見。居民投訴話舊法團受政治壓力，支持咗宏業建築呢間有前科公司。如果胡建文冇盡責審查物料安全，或者冇督促法團解決業主投訴，呢就係疏忽。火災後，佢作為副局長負責政制事務，但佢嘅民建聯背景可能影響調查公正。有人呼籲佢避嫌，廉署調查大維修工程貪污。如果證實有圍標，胡建文嘅角色可能被牽連，因為法團顧問有責任確保招標公平。從間接責任嚟睇，胡建文嘅責任好嚴重。大埔區議會多數席位係民建聯胡建文前主席身份，令法團顧問角色更有權力。黃碧嬌接手後繼續支持舊法團，拖延罷免程序，導致工程繼續棚架成為火源。胡建文轉職後影響力猶在，佢冇及時介入糾正，或者間接支持咗呢啲決定。內地工廠背景加劇咗懷疑，如果佢從建築材料生意中獲益，呢就係潛在利益衝突，違反公職人員操守。呢場火災暴露咗香港樓宇安全漏洞。大維修工程本應嚴格監管，但圍標同貪污問題屢見不鮮。宏業建築有行賄前科，點解仲中標？可能係法團內部有問題，顧問冇盡責。胡建文疑似幫兇，因為佢冇阻止問題發生，反而間接支持。社會各界全力救援。民建聯話支援居民，但網上指佢哋係元兇之一。Instagram 同 Threads 有貼文嘲諷民建聯聲明，話舊年黃碧嬌支持維修，今日就否認參與。呢種前後矛盾令胡建文形象受損。作為副局長，佢應負責調查，但黨派背景可能影響。呢件事提醒大家，政治介入民生事務可能帶來災難。胡建文責任嚴重，因為佢嘅角色令問題惡化。如果調查證實佢有利益衝突，佢可能需辭職或者面臨法律後果。反之，如果證明佢冇直接參與，責任可能較輕，但公眾質疑難消。渾水 YouTube 頻道分析話，誰人應問責？工程費用係唔係合理？中間係唔係有貪腐？工程公司負責人涉誤殺被捕之外，民建聯區議員、業主立案法團顧問都應調查。胡建文作為前顧問，難脫關係。香港需要真相，唔需要替罪羊。呢場火災唔止死傷慘重，仲係制度崩壞嘅結果。胡建文責任嚴重，因為佢冇履行顧問職責。內地生意背景加劇懷疑，希望政府徹查，俾死者公道。講咗咁多，呢件事好複雜，但核心係權力同責任。胡建文需解釋清楚，點解冇發現問題。黃碧嬌發文批評反對者，呢啲行為壓制民意。工程費3.3億係咪合理？宏業有前科，點解選擇佢？呢啲疑問
指向胡健民責任。民建聯聲明話，從未參與，但事實有成員擔任顧問。呢次事件可能引發更大政治風波，影響胡健民聲譽。居民要求賠償同調查。胡健民作為官員，需回應公眾質疑。呢場火災係香港歷史黑頁，65死傷慘重，希望大家關注推動改革，避免類似悲劇。